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3号，狗狗币昨天是冲高回落，收了一根十字线，盘中是有异动，但是上面的这个上影线压力为什么会这么重，过不去？等下来跟大家探讨，或者今天视频来跟大家揣测一下，如果狗狗币配合马斯克以及推特最近的一些事件，我们去思考一下主力到底在动什么歪心思。要记得去年在整个狗狗币的底部 0.05 0.06 的这整个矩形的区间，我们记得当时有一个事件是马斯克要收购推特，我记得是在这一波拉升，不知道时间有没有记错，但是后面他是计划又不收购推特，价格是跌了下来，然后在这整个底部的区间，在这个位置又开始真正的收购推特的时候，就拉了1倍到2倍，所以这一次的事件，我们去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主力也是在上演帽子戏法，在骗散户。推特不是要申请加密支付的牌照，在这整波拉升的高位，现在又跌了下来。那等到真正消息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1倍的拉升？我的观点是，整个长线你尽量买的话，还是给我选择抱住包括当时整个底部 0.05 0.06 这个区间也是跟大家讲。你拉一条直线横穿21年3月份的整个主力强势洗盘的矩形区间，它后面是这样子拉上去，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主力强势的洗盘成本区支撑是非常的强。如果朋友也是在担心会不会真的又下去也无所谓你尽量下去，如果还有资金尽量给我买。包括比特币最近的一些事件也是跟大家讲，3号的时候，我估计这一根有可能就是高位的一个转折，因为它放大量没有收涨，那现在计划压回来 0.38 还有一点距离。我的观点是该买还是要买，至于最近的一些原因，为什么现在是不涨，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订阅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昨天这个上影线其实高位的位置，我们细心去看一下这个哈根阿西指标日线，它目前还是收红 K 线就是绿 K 都没有出来，就尽量不要追，这个位置压力也是压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的哈根阿西，其实目前也是在放红 K 只是短期有一点穿过这一个红 K 线。那什么时候放绿 K？上面还是有压力，我的计划是有可能整个大盘要整理20天左右，所以狗狗币短期尽量观察一下这几个位置的一个就是矩形的转换位置这边高档的压力是压力，突破的时候再踩了一次支撑，那这个位置我估计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如果真的配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有可能就是主力也是在搞散户当时这个位置马斯克是要收购推特，但是跌了下来，说不收购了。然后这一次是有一个新闻，就是推特在申请加密支付的牌照，不排除有可能这一次压回来也是受到大盘的影响，先压回来再说，等真正新闻出来的时候整理到位，有没有可能形成一波大涨然后我们看一下4个小时，刚刚跟大家讲，目前有可能还是在震荡。至于昨天这一根 K 线，其实算是很漂亮它现在是有一个大量，但是还有几个知识点，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观察一下布林线布林线它上轨的位置也是有一个压力，就是4个小时里面布林线的上轨压力的位置就尽量不要去追，而且这几天也是跟大家讲，包括大盘你要做的话，尽量是以低吸为主。那现在好的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布林线的中轨已经开始走平了，所以有可能目前的这个位置开始没有趋势了，它的趋势是横向的。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丝绸线，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大盘跟其他的币种你尽量观察它什么时候能测这一个最红色的60 MA， 目前还没有测，昨天是有一个高点测在这个位置，但是压力就是这一个 N 型的一个位置，这边也是有一个压力所以好的一点是目前在测，但是现在是趋势感觉还是没有趋势，有可能还是区间震荡。至于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压回来你继续买，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的哈根阿西，昨天不是有讲到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如果我们把这2个矩形给它关掉，你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
狗狗币不光是周线的牛熊线，它是有走好的迹象，这一根拉升就类似20年的这一根拉升，后面它整理了17根，最终在突破的时候，这一个哈根阿喜泛绿的情况下压回来全部都是买点，压回来全部都是买点。现在也是一样啊，它现在是整理了14根左右。我的观点是，既然周 K 线的哈根阿喜也是在绿 K 的情况下，不排除压回来都是买点。目前的比特币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日线，日线趋势是全部都出来了，这整个底部的区间已经脱离了。那上来的话，现在是压回来确认 0.382 的一个支撑区，或者是目前整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主力在等待明天晚上亚太时间9点半。到时候美国的 CPI 要公布，到底会不会达到一个预期的 6.2， 或者是超预期 6.1、6.0？ 当然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目前的油价包括俄罗斯那边也是计划要减产那个石油，所以我估计短线有可能 CPI 会不及预期哦。然后我们观察一下目前的一个图形，讲了几天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箱体就是上沿的位置，你尽量不要去追。这个位置加息25个基点，跟这个位置加息50个基点一样啊。它现在矩形破的话，现在是破下来，这边也是破下来。破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边有一根多方吞噬，是放量的一个多方吞噬，非常强势。它后面会再压回，压回的这个低点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没有破哦，所以这边是整理的一个矩形，最终再突破。现在我估计应该也是在整理啊，因为上面20天的成本全部套在这个高位，最理想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位置整理个20天左右，没量啊，所以缩量的结构下，我们尽量以整理来对待。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几个技术图形，比如说布林线，昨天好的一点是也开始测上轨了，但是目前的中轨它是还有一点下弯。不过时间也快了，估计可能几天左右，这个中轨也开始要走偏。那我的估计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已经开始箱体震荡，会再下去吗？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讲了几天，这一个丝绸线它就是均线嘛，或者是 EMA，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昨天测的话，现在还没有测这个最红色的，因为上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矩形，就是跟上一次的那个矩形，比如说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这个高位，然后当时加25个基点的时候，这个高位，矩形上沿是陷阱，矩形下沿也有可能是陷阱，它这个上沿是陷阱，下沿也是陷阱。陷阱出来之后，我们要去观察，它这边是开始测这一个丝绸线的最高位啊，就这个位置啊，测了3次。然后再下去，最终突破的时候就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所以现在的位置我们有看到它在测这一个60的均线吗？没有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尽量观察吧，什么时候最好是能测一下，或者是明天晚上到底盘中会不会有大波动。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太坊的一个走势啊，尽量还是看这个压力到底能不能守啊。目前也是在区间震荡，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布林线，布林线它是连中轨感觉都冲不上去，中轨是很重的一个压力区哦。那不然就观察吧，有可能这个位置1500到底能不能撑住？撑住的话，它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中轨或者是上轨都是一个压力区哦。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